时隔多年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有关《龙珠》系列下一部动漫的所有信息。该动画将被命名为《龙珠大魔》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将详细分析预告片，为各位揭开《龙珠大魔》的神秘剧情。相信这将是一个精彩的故事。《龙珠大魔》是鸟山明的原创作品，人物、故事和场景都是由作者创造。事实上，鸟山明本人也告诉我们，故事和场景都是他自己创作，很多设计也是自己设计。而事情的发展会让我们更接近龙珠世界的奥秘，因此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100%的正统故事。甚至鸟山明也将会为我们揭示一些从未透露过的秘密。显然，这些秘密将属于正统龙珠世界。仅凭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期待一部高质量的作品。而实际上，这部作品的绘画和动画也相当不错。但这个故事的时间线是发生在哪个时期呢？虽然线索很少，可一切似乎都表明，大魔的事件发生在比鲁斯来地球前和龙珠 Z 故事结束之间的某个时刻。我们都知道界王神星和杰比特在第6宇宙篇中分开了，但悟空仍然保留着他经典的武道符，所以龙珠大魔是一个已经发生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故事。事实上，正如预告片本身所说的那样，这是一部类似于巴达克之章的作品，只不过它是一部100%的官方系列。它将为我们揭示关于龙珠世界的重大秘密。我个人认为，就像一个特别篇章，将帮助我们澄清关于12个宇宙传说中的许多谜团。故事的起点不是别的，正是魔界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，一座属于这个地方最高统治者的宫殿。在宫殿里，我们见到了这个传奇故事的2个主要反派，其中一个正是魔界王神，一种在界星星上诞生的神族生物，据说是由一颗逆转的金色果实孕育而生，因此是魔界的至高神。尽管他权势滔天，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助手而已。因为另一个角色是一位高级魔王，其地位甚至超过了达普拉。这2位神明正在观看达普拉的大量影像，他曾被巴比迪控制，并像仆人一样屈从，最终被拖入了一场涉及第7宇宙界王神、魔人布欧和 Z 战士的战斗中。这2个角色既要为达普拉的死报仇，又要实现他们邪恶的野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生物拥有巨大的力量，能够生成过去或遥远地方的影像，这是只有像维斯这样的天使才具备的能力。于是，这些邪恶的生物开始了他们的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看到一艘非常特殊的飞船，它拥有极其先进的技术，并以全速飞离宫殿，最终到达魔界最高处的传送门。这不是别的，正是连接魔界与其相应宇宙的入口。进入正常世界后，它急速驶向一个有着洋葱状房屋的沙漠星球，直到抵达一个被魔法封印包围的深渊。这艘飞船的用途是什么呢？我们稍后就会知道。另一方面，地球上的万能胶囊公司正在举行派对，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，包括悟空和贝吉塔。他们为了消遣，并在天空展开了一场战斗，战况相当激烈，两人展示了各自最好的格斗技巧。可突然间，一种非常强大的魔法开始影响他们的身体，将2个赛亚人都变成了幼年形态。不仅是他们，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了同样的变化。比克、布尔玛、雅木查、克林、18号、牛魔王和撒旦都变成了小孩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龟仙人和界王神身上，而像雾天和特兰克斯这样的孩子则变成了婴儿。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一致决定使用龙珠来扭转局面，于是便立即前往天神殿。神龙被召唤了出来，他解释道自己无法打破影响 Z 战士的黑暗魔法，因为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来自魔界的一位非常强大的神明。在天神殿， Z 战士们还检查了一个长满苔藓的奇怪机器，它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出现，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帮助他们追踪那些邪恶的敌人。悟空意识到身体变小会增加他们作战的难度，于是他请求卡林大师把如意棒从塔顶拿回来给他。夜幕降临，当他们正在休息时，一艘神秘的高科技飞船抵达地球，揭开了这些奇怪成员的面纱，可能是敌人，亦或是盟友。因此，这就是这个特别篇的开始方式。悟空将踏上一段崭新而未知的旅程，从一个直接进入魔界的沙漠星球开始，在那里，他将恢复原来的体型和力量，并面对这些新的恶棍。正如鸟山明所说，这个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，必将揭开传说中的巨大秘密。首先，这2个反派是魔界的至高神，尽管外表很小，但却是非常强大的生物。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法杖有什么功能，但他披着的斗篷与达普拉当年的一模一样，而他的衣服虽然有些难以置信，但却和骄傲战队的制服完全相同。他的服装颜色为黑红相间，设计也与吉连的战队相似。实际上，他的靴子和手套也与骄傲战队一样，而与贝吉塔的手套却截然不同。更不用说达普拉根本不戴手套。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否与吉连或第11宇宙有关？我们要知道，魔界是真实世界的反转，有点像它的道理，所以理论上在魔界内也应该存在12个宇宙，而这些魔界的12个宇宙
是否有他们自己的破坏神呢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神秘且令人期待的主题。另一个巨大的谜团是这个纳美克星人的身份，他与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角色都不相似，而他正在观察一颗类似行星或太阳的事物，它的形状酷似龙珠。这个纳美克星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？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强大生物，还是剧情中的某个更重要的人物？我们要记住，鸟山明承诺要揭示许多秘密，所以如果我们还能了解到更多关于龙之国的信息，也不足为奇。Daima 一词来源于2个汉字，一个是大，另一个是魔，这就是为什么比克自称为大魔王的原因。总体上意味着邪恶，但也涉及到恶魔的世界，所以这一系列将把 Z 战士们带到这个地方，无论是只有第7宇宙的魔界，还是12个黑暗宇宙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最关心的是正史的延续，无论是动画化的摩罗篇，还是超级英雄之后的新漫画传奇，这些特别章节也将属于正史，并且质量非常高。尽管它是某种前传或插叙，但事实上，观看这个新系列一定会很有趣。虽然不太喜欢将角色变成卡通形象的想法，但这只是在开始阶段，因为已经确认他们将恢复到原始形态。后续我也会随时关注并更新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不妨点个关注。要是你还有其他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。